好，我们今天来开箱地震包2024年份版本。因为从上一次影片到现在有更新了一些东西，连我自己都忘记更新了什么，所以我们就来开箱一下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然后包包本体，因为之前有人在问嘛，包包随便拿一个家里不用的背包，尽量找一个够大够能装的包包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从最外面开始。首先呢，插水壶的地方，这里有插了一个2公升的水。你在出去避难的时候，一定会忘记拿的东西之一，所以水就插在外面。这个包包刚好它上面的水壶袋是蛮大的，所以刚好2公升插进去是符合的。上面还有一个扣环是可以这样扣起来，所以整体而言呢，我觉得这个包其实还不错。所以水第一点要记得带水。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每一层里面到底都装了一些什么。先从第一层打开来看一下，这一层里面呢有一个垃圾袋，可以拿来。如果你逃难出去，这个垃圾袋第一个可以当防水套，你可以把你的重要的东西装起来。如果你要拿物资的话，你也可以额外有一个可以提的东西，所以这里面放了一个垃圾袋。其次呢，又是一个垃圾袋，不同的还是日耀本铺的2个颜色的垃圾袋，你可以做一个最基本的分类。好，这边就没有了，到下一层。好，这一层就是一些常备药。首先这边有一个耳塞。耳塞我是买美国的这个牌子，大家自己看一下。它这里其实大家就是平常睡觉的时候用的耳塞啦，它都是这种一个一个的小包装，所以可以直接丢一个小包装在这里面。因为你在逃难的时候呢，你的睡眠品质很可能会没有像你在家里这么好嘛，所以有耳塞的话，譬如说你可能是在避难所，在睡觉的时候，你至少不会被周围的人干扰到，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应该是大家会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睡觉，所以睡眠的品质要顾好了。我觉得耳塞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再来这边有一个 3M 的人工皮，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你如果受到一些外伤之类的，你是可以直接拿来取代 OK 绷的。这边就是一个全新的人工皮。再来是4片口罩。口罩呢，除了最基本的用途，就是你可以拿来隔绝一些灰尘、病毒之类的使用情况呢，你也可以拿来在睡觉的时候当眼罩使用。这是单个小包装的，所以也不会受到互相感染或是不好拿这样子。有需要的话，你就拆一个来用。下面这个是纱布，一样，如果你受到外伤的话，你可以拿来做加压止血之类使用。这个其实不用特别带啊，我觉得你如果有一些像是衣服或者其他可以拿来止血的布料，也可以直接拿来使用。不过因为刚好家里有多，所以就是放在里面。再来这边有一个大正肠胃药，如果你在避难所的时候，你可能伙食跟平常不一样啊，可能会遇到一些拉肚子的情况，至少有个肠胃药可以使用。下面还有一个丝丝止痛加强定，这个也蛮好用的，因为如果你在避难所的时候呢，你可能已经受了外伤，那至少你有一个止痛药可以吃。或是因为可能压力比较大，因为你可能是在避难啊，然后睡眠不好的情况之下，可能很容易会有头痛，或是有其他的身体状况，有头痛、牙痛，也可以退烧，所以有一个常备的一个丝丝的解痛加强定。再来呢，这里还有一个万用白花油，这个也很好用。你可以譬如说感冒啊、头痛啊，像是什么蚊虫咬伤，尤其是如果你是夏天有被蚊子叮什么，它的止痒的效果很好，所以这里有一盒全新的白花油。然后你也可以拿来提神啊、小儿腹痛、风湿经痛、舟车劳浪这种，就是你一般在药局都可以买到的白花油。下面还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急救小药包，它里面包含酒精棉片啊，像是碘片，还有一个小镊子，跟一些像是 OK 泵，还有不同尺寸的 OK 泵，所以至少你在做消毒啊，或是比较简单的挫伤、擦伤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小护理包里面的东西。再来生理食盐水，这个就是用来清洗，譬如说眼睛啊，或是有伤口要使用的时候，你至少不会，如果你可能在当下你的水可能用完了，是你要用来清洗眼睛，你可能直接用水会不舒适，可能有感染的风险，那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就是生理食盐水。再来下面这里是一个75%的酒精消毒液，那这个就不用特别介绍吧，就是拿来消毒啊，可以喷，不管是环境或是手部消毒，避免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没有水可以用，你至少还是可以帮你的手部保持干净，是你要处理伤口的时候可以使用。下面还有一个夹链袋，好几个夹链袋，那这个会放在药品区，其实也就是为了你的药没吃完，你可以把它装在夹链袋里面，你可以防水防潮，避免说你的药或是 OK 泵，你可能用完还剩下很多，那你没有地方装的话，你就可以使用夹链袋把它装起来。好，这一层也讲完了，就是药物区的部分。接着下一层，这边就是偏向工具区，这边有一个是收音机，是手摇式加太阳能的，就是你可以这样
手摇就可以帮它充电，就可以从里面听到 AM、FM 的广播。因为你在避难救助或是发生战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可能手机上没有讯号，那有广播的话，广播它只要有一个广播电台，它就可以把讯号打到很远。所以如果你还是需要接收一些资讯的话，到可能地震很严重的情况之下，可能你只能听广播，那至少有这台就是手摇式的，你不会没电嘛，就是你还是可以帮它充电。如果你早上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外面晒太阳，它就可以用太阳能进行充电。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手电筒的功能，然后以及它下面这边打开来，这里也是一个灯，所以它是结合手电筒跟收音机、太阳能充电、手摇发电。这边打开来，它可以装3颗3A电池，它就可以直接用电池去进行供电。也就是如果你真的发生紧急的情况，你可能手摇也没力了，太阳能又充不够快，那你去便利商店或是你家里还有备用的电池，就可以直接用电池去对它进行供电。所以这个还蛮好用的，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上面还绑了一条是 USB-A 对 USB Type-C 的线，因为呢它是接在看一下这里，它这里是有一个 USB out 跟一个 DC in。这个除了你当收音机、当手电筒，跟你可以拿 AAA 的电池去进行供电之外，它自己本身也是可以当成一个发电的装置，就可以用电池供电，或是你用手摇去帮你的手机进行充电。所以这里还绑了一个，假设真的是完全没电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还是可以产生些微的电力，那有可能你的手机可以多用个几分钟这样子。好，下面这边还有一条是 USB 对这是 Type-C 对 Type-C 的短线。这个其实就是为了行动电源，你可能有行动电源要用的话，你可以直接接上去。好，下面这边有一个工具钳，看一下，这就是一个基本，它是一个万用钳加上工具钳的配置，后面有附一个背夹，你里面它打开来，它还是一个有弹力的，所以它除了你平常在修东西的时候蛮好用的，那你比如说你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呢，你可以拿这个去当，譬如说你可以去夹锅子啊，或者是去夹一些可能比较不适合直接用手碰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直接这样用钳子去夹它。然后还有主刀，就是最基本的主刀，有带锁定，所以你可以这样子，你至少会有一个可以用来切割啊，不管是用来料理或者是用来切割绳索这种平常在使用的时候可以用到的刀子。一个收不回去，忘记要怎么把它解锁了，回不去了，没有锁定了。好，这样，然后另外一边呢，这里还有附一个锯子。所以如果要切割像是木材啊，或是你可能要固定伤患的话，至少有一个小锯子可以拿来帮你切木头，或是你可以拿来做一些可能你要搭救难所啊，有锯子会比刀子好用很多。然后它这边有带一个锁定，所以你是可以把它收合起来的。接着呢，它在这里它还有附2个，就是10字跟1字的螺丝，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如果你要维修一些机械的话，它是可以把它锁在这上面。这样，你可以用这个去转一些像是10字或者是1字的螺丝，所以它在维修上面，它是至少你会有能力啦，避免说你可能真的需要转螺丝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工具可以使用，所以带了一支万能的工具钳。当然，工具钳它的形式有很多，大家可以挑自己喜欢或是觉得比较实用的。那这个也是我们家里备用的，它平常我就是拿来夹东西的，所以把它放在急难救助包里面。好，下面这边还有一个手电筒。这一支手电筒它是最基本，它是吃3A 电池的，就是除了这一个收音机它是有一个手电筒的功能之外，这一支手电筒它也是吃电池的，所以你只要有电池的情况之下，那它都是可以运作的。再来，这边有一支无印良品的笔，那笔因为你在发生灾难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很多文件需要签核，譬如说你可能要你要去区公所核对你个人的身份的时候，然后有些文件要签。那如果你自己有笔的话，你就不用排队跟别人要笔了，这跟出国的概念是一样的。再来，这边还有一支备用的工具钳，所以这个包里面总共有2支工具钳，这个一样是带弹簧的，就是它的钳子的头的部分是有带弹簧，一样有主刀跟锯子，这样主刀的部分在这里，还有锯子的部分，就跟刚刚介绍一样，主刀跟锯子可以分别有不同的作用。这一支的特点是它带了一个很大的剪刀，剪刀其实在很多都市场景下面会比一般的刀好用很多，因为你可能要剪布料啊、包扎伤口啊这种情况之下，剪刀是比一般的小刀还好用的，所以会带这一支其实主要是看中的点就是它有很大一把的剪刀，另外它还有附赠一个打火棒啊，如果你真的有需要连打火机都没有，你需要生火的情况之下，它至少有一个打火棒。这里还有一样10字的
以及它下面还有一些像是什么开罐器类的这种万用工具的部分。接着这边火柴一盒，那这个就是最基本的火柴。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其实我觉得换成防火的火柴会更好。然后或者是家里有多的赖打的话，我觉得放打火机也更好。但是因为反正有多的火柴嘛，就拿来塞在包包里了，还塞了2盒。下面这边是零钱，还是异度神剑的袋子，太赞了吧！这里面塞了一些硬币跟钞票，这里就是几百块而已。因为有可能你在逃难的时候是来不及拿你自己的个人的钱包，如果有一些像是贩卖机，或者是你需要跟别人买东西的时候，有纸币还是比较方便的。有钱币的话，就是可以拿来投贩卖机。这样一个小小的钱包。好，这一层也讲完了，接着下一层，这一层就是它的主舱层，这边有一根吸管，吸管是用来搭配这一套净水设备，就是它是一个针筒，可以用来清洁，跟一个水袋，还有这根吸管。以及最重要的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净水设备。如果你在遇到地震，政府来不及供应干净的饮用水，你可能需要使用到，譬如说可能是溪水、河水，甚至是要脏的污水或是泥水，你都可以用这个净水设备，要把它接在这个上面。你的水从另外一边进去之后，你只要经过这个滤芯的水，就是变成是可以喝的水。如果你在就是这种急难状况之下呢，水分的补充是非常重要。虽然我们有一瓶刚刚讲到这个2公升的水嘛，但是这2公升的水基本上就够你喝个1-2天，大概就极限了。所以要确保长期的水分的来源呢，一个净水设备它的体积又不会太大，就可以持续的供应水。那你只需要找到，比如说山泉水啊、河水、溪水这种都可以拿来直接做饮用，就经过过滤之后。另外，它的说明书我是有把它留着，因为你在当下你可能会忘记这东西要怎么操作。这边它的说明书上其实就写得很清楚。你可以把管子跟这一个怎么组合，组合完之后呢，你要如何把水加进去，那这里上面都写得很清楚。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其他人拿到这个包包，他也是可以看这个说明使用这一套工具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拿来套环。下面这边还有一支荧光棒，那这个就是在手电筒没有办法使用的时候的一个替代方案。那如果假设这背包里的手电筒有问题，那这一支荧光棒就可以发挥作用，那你至少不会在完全无光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还准备了一支荧光棒。接着呢，这里面还有一瓶2公升的水在背包的组成里面，那这样的话加起来跟刚刚总共就是带了4公升的水，大概维持3天左右的日常的生活，水分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因为人1个礼拜不吃饭是不会死的，你只要靠水分就可以了，所以这大概是1个人的水分啊。如果你把它分成2个人呢，你可能2个人都可以撑个1-2天，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你就可以有1-2天的时间去找到附近的溪水啊、河水或是饮用水。那如果政府有国际救援来呢，1-2天的时间也足够，他们可以把比较重要的物资先送进来了。这边里面还有一个基础的衣物，里面就是一些短袖内裤。这个会带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避难所啊，你如果只带这个包包，那你第一个你有换洗的衣物，你可能穿的比较干净，你的身体是清洁的状况呢，你的心情会比较好，你的压力也会比较低。其次呢，如果是在冬天，你可能你身上穿的衣服是睡觉用的，那你在逃难出去之后，你可能没有够多的衣物，所以这里面的短袖全部穿起来，至少你是有一个一定的御寒能力的。所以我这里面还有再准备了一套最基本的短袖，可以直接拿来换穿的衣物，还有包含裤子跟内裤这样子。接着下面这边呢，准备了非常多的急难救助的粮食，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搜寻，就是那种10年期的急难粮食。像是这一包，它的有效期限可以到2043年，就你这个买了，你就是10年左右不用去管它。正常情况下，你应该也不会拿来吃啊，就准备了各种不同的口味，因为你如果一直吃同一个口味，你可能就会觉得很腻啊，心情不好，所以还准备了很多不同种的口味。那它里面的有效期限基本上都是到2043年，所以这个东西就你摆着怎样它都不会坏的。下面还有很多像这种各种不同牌子都有准备，这一包也是到2043年，所以这个急难包到2043年之前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里面的块啊，它基本上都是像饼干一样的东西，它里面就包含了维他命啊、跟热量、卡路里跟一些蛋白质。所以你只要靠这个，你就可以撑大概可能至少3个礼拜到1个月，搞不好都可以。你光靠吃这些长期保存食品，里面就有一大堆。这个基本上2个人吃，我觉得可能可以吃至少2个礼拜吧。如果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只靠这个生存的话，好，我就不全部拿出来。下面基本上全部都是，就是垫在最底下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说一天人类你大概需要1500卡嘛，这里面一个它大概可能就含150卡以上，看一下。我们它是写40%的热量，所以这个是500卡，
就是这一包里面125克，你就可以携带500卡的热量，里面主要是像是脂肪啊、卡跟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子轻轻一块，大概可以2个就可以吃半天。你平常这样子1份的话，你就可以1天的热量。好，那这一层就差不多是这样了，主要是食物跟水的存放。下面一层看一下，这边呢，手套1双，因为你在操作，你可能需要刚刚讲到，你需要锯木头，你需要搭避难所，然后是你在假设地震很严重，你可能需要在断垣残壁里面，你可能需要捡石头啊，或是你要捡一些碎片，那这一双是熟练的防割手套。所以你至少你戴着你手套，你的手就不会受伤，那你可以避免感染啊，或是一些额外的麻烦。准备了1双手套，你有手套的话，它的底下的摩擦力也好很多，所以你在拿工具、使用工具的时候也会比较顺手、比较方便。再来这边又准备太空毯，它是一个像铝箔纸一样的东西，那你只要把它披在身上，它就可以把你身上的热量保持住。它折叠起来呢也不会太大，就是一个小小的太空毯。哦，准备了超多太空毯。这里总共有4包，准备这么多的原因，其实就是第一个太空毯，除了刚刚讲说你可以把身体围起来当成棉被保存自己的热量以外，你也可以拿来铺地上，可以当地垫，可以隔绝地面的湿气，你也可以把它当帐篷一样，你用绳子把它串起来，把它吊起来，你就可以拿来当帐篷使用。所以准备了太空毯，紧接着后面这里就有最基础的赖打，如果你要生火。虽然有火柴啦，但是有赖打的话，你生活起来就方便很多，因为你有火，你可以取暖嘛，一些蚊虫什么的也不太会靠近火焰。它在各方面，你如果真的是危难的状况的话，有火还是好很多。所以我这边准备一个最基本的赖打跟备用眼镜。那这一副眼镜是因为如果你是有戴眼镜的人，如果你真的在逃难的时候把你的眼睛撞坏了，那你就跟瞎了没两样，会非常不方便。所以我这边是用了一个硬壳的眼镜盒，放在背包它原本这边，看一下。它这上面其实就是一个眼镜的空间，所以这也是一个硬壳的，是放在硬壳的盒子里面塞在这里，可以确保说这一副眼镜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我只要是拖着这个背包，它都是不会弄坏的。那如果我真的脸上这个眼镜因为有什么状况损坏的话，我至少会有一副好的眼镜是可以去做替换的，确保视力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看不到的话，你一些水或是食物啊，就算你有，你可能也没办法很好去操作剩下的这些东西。好，再来下面。这边插了一个太阳能板，然后这就是这样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4折的4片太阳能板。它在接收到阳光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 USB Type C 跟 USB A， 所以这边这一个线就可以接在这，就可以帮你的行动电源进行充电。所以有太阳能板呢，你只要在有阳光的情况之下，你的电力就可以确保。至少手机应该是可以无限的使用。它充电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摆在太阳底下，然后去接一个行动电源，这样子你就可以人也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就让它持续在那边吸收太阳能就好了。有一个 A， 有一个 C， 所以就算你是其他的电器，比如说这个电机，你可能觉得它上面这个太阳能太弱了，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去进行充电。所以还准备了一个无线电力的太阳能，因为在这个时代，如果你手机真的没电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会非常的麻烦。那如果真的有发布一些特别的情报，你可能也会没办法接收到。下面这边呢有准备了这是一个水桶，折叠式的水桶，因为刚刚有讲嘛，确保水源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你真的你住山边，你是有山泉水可以用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水桶去装水，再用前面提到的这些就是过滤的设备去进行过滤。就像这样，你有水桶装完水，然后就可以进行过滤，或者是发挥一点创意。你刚刚用的太阳能毯，你有下雨的话，你也可以下雨接雨水接到水桶里面，就可以确保说你在地震在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你的情况之下，你还是有水源可以使用。再来这边准备了一套餐具，看一下，就是什么环保吸管啊、叉子、筷子。刚刚讲，因为你有可能状况没有这么严重，政府是还在运作的情况之下，那你可以获得一些可能是泡面啊、熟食。那你就可以直接使用餐具去做使用。好，接着后面这边还有一副餐具，就是2个人份的，但其实基本上如果你是1个人的话，你就准备1套餐具就可以。那这就是反正家里多出来的餐具，所以我就把它丢在包包里面了。这边准备了卫生纸，那这个就不用多说吧，你生火啊，你要做基本的清洁啊，卫生纸都很好用，那就是避免说你出去来不及带，所以你就直接塞在包包里。下面这里准备了一双折叠式的拖鞋。那你看到它其实折起来算是非常的小，这样你可以把这个扣到前面去，它就是一双夹脚拖。你平常塞在背包里面，它也不会特别有一个凸起的高度，所以它就是2块扁扁的平板。
所以这种折叠式的拖鞋，除了你旅行可以用之外呢，你在背包里有带，那你在可能是譬如说避难所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你要使用，就你不想要穿着你自己原本的鞋子，或是你真的急到连鞋子都忘记带的情况之下，那这就是它可以组合成一双拖鞋啊，煮反了，应该是这样，像这样，它就是一双夹脚拖。下面这里看起来也是有一些抓地力的，那其实你只要有一个鞋子，那你真的忘记穿了，你就光着脚跑出去了，你拿了这个包就走了，你还是有鞋子可以穿。好，大致上就是这样了。包包里目前所有的内容，当然其实还有一个没讲到，就是行动电源啦，因为行动电源之前旧的我被我丢掉了，所以目前会再把一些比较有品牌的行动电源丢进去，为了配合刚刚前面讲到的，你的太阳能板充电的时候直接充在手机，你就手机卡在那边嘛，而且它的太阳能可能不固定，所以你一下有一下没的话，对手机的电池也不太好。那你充在这种行动电源里面呢，那你就可以有无限的电力，而且你手机也可以拿到其他地方去做使用，所以这里面其实还会再多补一个行动电源进去，那大概就算是蛮完整的一个配置了。但可以的话，如果你可以再多塞一个备用手机在里面，可能更好。那目前我是把备用手机拿出来用了，所以包包里面也没有。基本上就是目前的整体的看下来的配置，有一些想调整的地方的话，我觉得可能第一个是备品的部分，可以像是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可以收起来。容量大小，我觉得应该已经算是蛮极限的，也多带了一些比较非必要的东西在里面。如果你要精简的话，我觉得这个包包应该可以再精简到，应该至少有25%的东西是多余的。那会带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预设是2个人逃难的情况，所以这个包包其实装的大约是2个人的量。那其实如果你只有1个人，或者是你附近的那个急难救助点是资源比较充沛的话，那其实你也是可以不用带这么多的东西。那大概就是目前2024年的一些配置上面的小调整，主要就是加了太阳能板跟里面一些东西的更新。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